汉西话，打发无聊吧。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范无聊。感谢杨少支援的叉社吊索，正面还是叉社的老传统，一个吊索的人形漫画峰会，背面是仿 G1 玩具的 G1 大乱斗背景，还有一个人物数值的显示。内包积极向 FT 靠拢，也是这种泡沫内包。纸制品人物卡一张，正面还是吊索的人形漫画峰会，背面是吊索的头像和人物的各种数值，材质也是和 FT 一样6门撬锁。配件小改锥一个。你们肯定奇怪纸制品怎么少个说明书？对，吊索没有说明书。杨少给我邮过来的时候，我以为他没给我邮，我还问杨少，直接跟我说叉社就没说明书。肯定谢老板感觉自个儿设计的很简单，不需要说明书。吊索拿出来，我先把它变成了载具。为什么先变成载具呢？因为变形的确简单，所以说呢，人变飞机，飞机变人都无所谓。咱们先从载具开始看，整体玩具的料子呢，你们以为它用的是好料子，其实呢，这个料子就是脆料子加厚。你们变形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点，甭以为简单，在一些小卡扣的方面你就敢上蛮劲儿。你只要敢在一些小卡扣的地方上蛮劲儿，不用巧劲儿，它就敢在小卡扣的地方给你飞了，都不是断，直接就崩飞了。因为这个料子特别的那种脆，它不是那种硬脆，也不是软脆，而是那种给你感觉这个料子变形的过程中是有一定的韧性和延展性的回馈的，但是就是那种脆，尤其在机头方面啊，这个脆的感觉是特别明显的。吊索这个角色呢，和火炭、班机他们是一组的，是在动画片后期出现的，我都忘了啊，他们是在头领战士里出现的，还是在 G1 补天士靠后出现的？所以说太冷门了，有点记不住了，这个角色都感觉在我的印象里就是跟那个浪客游民一样，就是一晃而过，在我的记忆里头。整个飞机呢，你说它还原动画吧，从这块看应该是跟动画大差不差，但是呢，从侧面看啊，这些卡扣就太多了，这就是谢老板的审美不行呀。整个这个飞机啊，看起来没有那种帅的感觉。相对于来说呢，你要是看一个整体，我指的是你不单看这个背板加上身体这些的话，你就有一种臃肿的感觉。这个飞机不是一个速度型的飞机，它是一个怎么说呢，速度慢对地的一个攻击机，不是那种太空的战斗机，就是给你这种感觉。从屁股看倒是简洁明了，一点美型都没有，一点美化都没有啊！忘说了，这个玩具拿出来你还能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接下来我们把飞机翻过来说，为什么翻过来呢？因为翻过来你就能看见这个人的上半身啊，脑袋、胸部。但是咱们主要说它的这个涂装，这个涂装呢，蓝色它用了那种珠光漆，白色呢用了那种珍珠白。但是呢，即使它变形简单，你小心一点啊，一定要小心一点，因为你一个不小心啊，容易把这个漆蹭了。我指的是蓝色的珠光漆啊，一些卡扣上面可能要把这个珍珠白漆蹭了。然后呢，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胸口这儿啊，谢老板尺寸没算好啊，就是你明显就不像看视频里边那样啊，他们咔吧就扣住了，你得用一些韧性，就是捏住以后靠这块啊两个小凸起锁这儿扣住啊。说这个头有锁定，有个蛋的锁定啊，就是个他妈活的我还以为说这个口能跟这个口对一下呢，我还使劲往里按，最后我一想啊，我承认我自个儿手残吧，这两个口肯定是对不住啊，我也不对了，哎，怎么地怎么地吧，再对我怕把头按断了呢，因为这个片片太薄了。这些都无所谓啊，最主要是这儿，你不要强迫症的说我要保持一个机头的一个弧度啊，有个肚子，把这块弄平它。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强迫症，为什么？这就是我说的官方的收边倒角的重要性。谢老板在这儿就没做这个收边倒角不圆润，形成了一个角度，导致这个片片啊，你能不能撬出来？能。你往回压的时候啊，就有点难度，而且你往出撬呢，在这个边缘处啊，我这都没撬啊，看见没？这已经开始就有这种类似于像水口那样往下刮那种塑料的感觉了，都已经。你要硬撬的话，你看看，我怕你把边缘的漆都花了。我觉得这就是杨少强迫症自个儿花了。不光花这个漆啊，整个这个料子都已经就是有那种
墙蹭下去那种感觉了啊，你们就知道这个料子是怎么个情况了。所以说这个鸡头啊，谢老板在审美这块啊，驴失前蹄了啊，一不小心踩了坑崴了。就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你这儿肯定是要做一个圆润的角度的，谢老板还得再练呀。其他嘛，这个载具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直接进入变形吧。变形之前呢，说一下这个目标战士，官方怎么变，这个目标战士就怎么变，无非是多了一个小盖板，把这个头雕遮住了，胳膊上有俩小眼儿，跟这个脚呢做一个固定，其他嘛相当之简单。为了变形的方便呢，我们先把这个起落架全收回去，头部的起落架收回去，机翼这两个蓝色部件呢掀开，把脚板呢抽下来，把这个脚板呢搓出去，旋转啊，旋转出来以后呢搬出来，然后再做一个旋转，把脚部立起来，小片片的卡扣从这儿抠开，整个把胸部撬开，往出拆这个腿呢，因为它里边有卡扣啊，在两边卡着呢，你就得往里掰一掰，然后呢撬出来。这一步呢，我想说一下，就是你人变飞机的时候啊，切记一定要把这个裤衩啊顶上去，摁到死，一定要把这个裤衩摁到死啊，往死了摁，要不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你都固定好以后，你想盖这个胸板，发现就是空间不够了，然后你就得找毛病。按说呀都对呀，你就找毛病。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裤衩没往里头用劲儿，使劲摁。整个把两条小腿呢拉出来，双机头的连接部件抠回来，解锁机头位置，机头整个从底下拆分一下，拆分完毕以后呢，把机头缩回来，别忘了人形胸口这个部件啊翻出来，手臂从翅膀连接这块拆开，整个把机头呢翻进来，翻进来没完事儿啊，你得把这个顶上去，然后把这个小白片子呢，记住合一下，肩膀连接胸部这个片片呢往上翻，胳膊旋转下来，这个大连杆整个推上来折叠一下。各位最精妙的地方来了啊，看看这个毫，看看这个小薄片子，它就用这个啊起一个锁定和固定的这么一个作用。这个挂钩啊，因为你挂不好就容易翘，就是它自动就翻起来了啊。挂这个裤衩的时候呢，往里顶一顶，然后呢把这个腿往起抬一抬，形成一个斜的角度，这样你就好挂一些。挂住了，把颈部呢盖过来，把头部旋转，膝盖的装饰件挑出来，往出拉小腿。变形完成后呢，我们听听这个齿轮关节啊，谢老板也知道啊，该上合金的地方咱得上合金，不能省啊。还是挺悦耳的啊，但是侧向就没有了，没有的话就看就有点不行啊。正面有呢也还行啊，反正是一点点落，它不是呼嚓一下落，还是有阻尼感的。说实话，这个腿太重了啊，谢老板这是从哪儿收着料了啊？挺舍得上这个金属合金件啊。肩关节虽然这个声音不像胯关节那么叮叮当当的金属音儿，但是呢阻尼感特别强，就是这个片儿变多了比较松。然后呢侧向就没有什么了，但是支撑力还行啊，毕竟还是个新玩具。然后麻烦的就来了，麻烦的在哪儿呢？这个腰啊特别松，真是有这个飞机的背板在这挡着，但凡没这个飞机背板啊，你就能感觉到一首儿歌啊，大风车呀嘛吹呀吹呀吹，就那种感觉啊，不是我暴虐的玩这个玩具啊，真的是特别松啊，真的是特别松。这个人形的缺点啊，就开始一点点的暴露。首先是这个头雕，这个吊索啊，头雕是在抄官方那个 LG 的吊索，但是呢没抄明白。不光是这个头雕啊，这个变形啊，谢老板觉得自个儿设计的不错。其实呢，怎么说呢，我只能说谢老板改的不错。他这个大框架的变形也是官方那个 LG 吊索的变形，
包括这个主要的连杆，包括这个手的上下，只不过呢它是这样的上下，官方呢因为那个成本所限啊，就是这样上下，但是比这个好多了。谢老板呢在官方那个基础上啊，就开始魔改，人工3D 征才技术魔改啊，魔改了半天，觉得这回简单了。为什么你们觉得变形简单流畅呢？就是因为谢老板魔改了啊，魔改的是官方。然后呢，谢老板为了区别于官方啊，不能说致敬的太明显，让你们看出来，这个脚板呢就上了一个昏招啊，就用这么个塑料当踝关节，你哪怕上个金属件呢啊，你加上这么重，你摆一些动作啊，只要这个东西一撇，真的很容易就是怎么说呢，白痕也好啊，这都是命好，命不好这撇没音了，这根塑料杆就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结果呢？谢老板啊，上身轻下身重啊，他本来想的是我要做一个配重，但是呢，这个扶着点啊，扶着这个东西站啊，你得调，你得调，真的你就得调一些角度啊，它才能站住，因为板子也重，下半身也重，它这个重心啊老在后面。但是呢，这个脚步它做短了，应该再稍微长一些。膝盖虽然有嘎巴嘎巴的声音，但是朝后倒啊，它是弄不住的。你就得把这个大腿啊朝前，站是能站住了，但是呢，这个姿势你们自个儿看，明显就不好看了啊，就好像这个大小得了这个小儿马匹一样啊。用王祖贤的台词啊，掰咔啊，就是这个瘸的意思。然后呢，我们继续说这个合金件啊，这个合金件谢老板舍得用，但是用的太大发了。这个魔改官方设计可不是说你改一步就改成的啊，你得照顾一个整体，你不要盲目的模仿 FT。你说说你弄了这么多合金件，结果呢效果还不如不用合金件，真的，因为你这个踝关节做的太他妈恶心了，你还不如就甭闹这个合金件。你就闹一个好点的料子塑料，整体把玩轻盈呢，显得这个踝关节呢也不是那么没支撑力。现在啊，因为你这个大腿小腿都是合金件啊，几乎你就感觉这个踝关节很危险，你都不敢轻易的去弄。然后呢，谢老板这个大腿小腿啊做的过于美型了，就不考虑他摆动作时候的这种力道了。你摆一些这种什么马步呀，这种鞠躬步呀，这种真的，你你根本就蹲不住啊，根本蹲不住，这关节就跟废了一样了，一下就感觉就废了，撑不住，真的，这就是官方为什么不瞎上合金的地方啊，需要上的时候上，不需要上的时候他不瞎上。你看看这，你就觉得你自个儿活动这个胯关节的时候啊，还是可以了，叮铃当啷的啊，也有力度。但是你只要一摆这个动作啊，根本撑不住啊，从这儿到这儿根本撑不住，这整个就开始软上了。虽然你会感觉到新玩具有一定的阻尼感，但是明显就软了。你想摆一些动作，你看看，你可以调，你唯一能摆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他们都在摆的这个半蹲步啊，也就是所谓的跪姿。跪姿为什么能摆得准呢？摆得稳呢？是因为这两条腿长，而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关节有多好。所以说这个谢老板这个还不允许别人说啊，这个设计的真他妈扯淡，你还不让别人说。咱们摆个姿势啊，这样也不好看，扭来扭去的。咱们整体说一下这个玩具，为了配合这个后面大基板的这个重量分配啊，我只能把这个小腿往前顶。谢老板可能觉得自个儿这个设计啊挺牛逼，你看我还能摆出交站，大腿往前挺，小腿往后顶。但是呢，整体造型啊，我说过这个踝关节导致了它没有左右接地，所以呢就感觉跟那个唐氏综合症或者是小儿马匹一样，这个腿就有点那种我说不上来的感觉啊，有点拐那种感觉，掰咔。然后呢整个涂装啊，我觉得谢老板你不行，找个这个美术生啊，提高一下自个儿的审美。你不要跟 FT 学 ，FT 就跟个村逼暴发户似的啊，就上他妈珠光漆。然后你也学，本来这个蓝色你不上珠光漆啊，你用那种正经蓝色啊，发亮的一些也挺好。这他妈这个蓝涂的啊，你真的，你从实物看这个吊索这个蓝，如果说把这个叉社的吊索蓝色用到了 LG 里边啊，你都分不清它是吊索还是扳机，这个蓝是一模一样的几乎。
这个设计魔改官方简单，步骤少啊，你就感觉哟，这不是片片包裹的叉社了，这个谢老板发力了，魔改官方设计。但是呢，你看这个视频啊，一步步变得很流畅，你自个儿变，你可没有那种愉悦的感觉了啊。就是相对于视频给你的愉悦的感觉呢，你自个儿玩的话，愉悦的感觉最起码减了60%。这个一我说过料子垃圾，你突然感觉到我操，我得小心翼翼的。二就是谢老板这个空间啊，他想玩个严科严跟官方一样，但是呢，他不给你严科严的那种，就是就像咱们走路应该有一个路标一样。官方呢，严科严的东西，它会在变形的逻辑里头就把这个路标导向性给你融入进去了。哎，你放那儿正好啊，也不用你靠塑料的韧性啊什么的啊，就正好。严科严，他这个严科严的就是你必须变，你不敢使劲儿呀，因为你发现这个料子好像不是他们说的那么好，你不敢使劲儿，哎，裤衩往进压的时候，你不敢死压，变到最后你都固定好了，发现这个胸板怎么盖不住啊？那么大缝子啊，我死活盖不住，然后你再得调啊，一点点找，最后找着了啊，是裤衩我没敢狠心压死，哎，你把裤衩狠心压死以后呢，然后你发现这个胸板还是盖不住。你一看视频，为什么他们都能盖住呢？这时候你才发现他们是用手捏住的。哎，那个胸板变成飞机，一个小动静嘣儿开了，一个小动静嘣儿开了，所以说空间还是没有留够。然后就是飞机变人，还是这一块，你就得把这个灰色件啊，就是机头里边那个灰色件打直了，切记把那一步打直了。就是这个东西啊，切记打直了。你要是顶过来，你万辈子挂不上来。哎呀，这个接呢的姿势啊，这个接呢是我们这儿的土话，就是意思拉粑粑的意思。这个接呢的姿势，然后我们继续说这个飞机变人啊，你切记把那个灰色部件打直了。如果打弯了，你会发现这个裤衩我怎么挂不上去？我为什么挂不上去啊？这看着视频，人家都能把裤衩挂在胸上面，我为什么挂不上去？你那个灰色部件活了啊，翻过来已经顶住你的吊索的菊花了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手臂啊，变，这个片片莫名其妙的老松啊，本儿就出来了。所以说，谢老板这个变形设计啊，他想给你一种啊，你看我老谢的设计啊。简单明了流畅，我不玩片片包裹的。但是呢，由于它这个对空间的把握不足，对空间冗余的把握不足，对这个美型上的审美啊把握根本没有，无论是人形还是载具啊。然后呢，还想给人一种我家实诚啊，我家舍得上废铁，真的，而且这个头雕做的还他妈斜拔子里。啊，你要是正常站肯定是站不稳，但是贵绝对是没问题的。真的，谢老板，你不要再乞丐的一声声你最懂记忆中迷失自我啊！打开门睁开眼看看世界啊！你不要在家闭门造飞机，你知道吗？真的，这谢老板这个设计能力啊，真的是这么多年啊，谢老板也买了不少设计做产品啊，也审阅过不少设计做产品，终于觉得天晴了雨停了啊，我自个儿行了，我要亲自设计这个玩具。一句话形容谢老板现在的设计能力啊，近墨者黑。你说你魔改官方，你都魔改了这么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这舔着个脸卖他妈590啊！当然了，闲鱼也有580多的啊，也有死命630的啊！就这东西啊，是不是你觉得他妈的涂个珠光漆加上合金件变形比 FT 流畅，你就敢要价钱啊？就这种轻工业垃圾，真的。如果说就这些料子加厚啊，还这些合金啊，我都觉得谢老板都在浪费这些材料啊。虽然合金件肯定也不是值钱的合金件，这个料子呢也没有什么料子。哟，我才他妈发现啊，熟视无睹啊，谢老板居然也弄个 QC 啊，这他妈国家管不管啊？就这 QC 标他妈随便贴啊，这他妈有人管吗？这个看我视频里边有没有懂法律的，给我讲讲这些东西啊！这他妈什么玩意儿？什么机构就敢上去贴着 QC 质检标啊？哎呀，真他妈的就跟我们单位一样啊，想怎么扣钱怎么扣钱啊！真的，铁路啊，我负责的跟你们说，法外之地，铁路的领导法外狂徒张三啊！
怎么又拐着铁路？咱们翻回来说这个玩具啊，自个儿设计的就扯淡啊，细节决定了成败，真的这句话应验在这个玩具上一点都不冤枉。我这个枪装翻了啊，装翻就装翻吧，我觉得这个大亮面还挺好看的，我是专门装翻的，你们信不信吧？这个玩具整体魔改官方设计啊也还可以，你看这个步骤是没问题的，逻辑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在细节方面出了一堆屁，然后还不允许人家说人形站不稳啊，机头他妈底部顶不开，弄不回去，然后呢变形还得往死压，这个料子啊，你敢大胆变，他就敢大胆的给你出问题。谢老板还有那种心态啊，总有刁民想害朕，然后还不让人说，挺有意思啊。谢老板至始至终啊，我认为谢老板是个纯粹的人，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一个为官方洗地的人啊，是一个轻工业垃圾制造人啊，真是可惜了这堆料子了啊，可惜了成本了，可惜装配工人的装配了，就出来这么个东西。你说这个冷门的角色啊，你变形简单流畅加合金，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是想到和得到中间还有个做到，你没做到呀。像这种冷门角色，你想要卖钱，第一，人形美型做到，载具可以稍差一些；第二，变形肯定简单流畅；第三，料子肯定得给足了；第四，价格必须合适，物美价廉。你就让那些有强迫症的、不认识的，或者是知道他的想买，一说，这人形不错啊，摆个什么 pose， 关键没问题，往那一站，板板正正的。载具虽然次了点，但是呢，也是威武雄壮，比较帅啊，变形简单流畅，一些细节问题也没问题啊。结果呢，谢老板这4点做到了，但是呢，都做坏了。人形像掰咔，可能这是个粤语这个词儿吧，就瘸子的意思，往这一站，板板正正的站不住。载具呢，底下一大坨啊，不像这个宇宙战斗机，倒像一个攻击机，太慢。然后呢，变形啊是流畅，但是变形的过程可没让你那么舒服。然后这个料子还的确是有问题啊，我还是强烈建议你们这个部位的变形和这个胸腔里边这些小卡片啊，包括2个机头的那个小卡扣啊，还有就是这个手部固定这块的这种卡扣啊，还有就是人形变飞机的时候，它这个基板上有2个圆啊，跟人形小腿套那2个圆，套住圆以后呢，你就会卡扣呢，你有时候命好，它会自然的卡住这个卡扣，命不好你自个儿还得挪对，挪对的时候小心点。可能谢老板觉得这个冷门角色所需要的销售点他都 get 到了，上来590啊，这破玩意儿590，哎呀，这他妈的穷疯了啊，真的。哎呀，这谢老板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啊，我只要模仿 FT 我就能挣钱，真的，我相信啊，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入坑时间的延长，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看清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不会再以单单的那种官方不出这个角色啊，谁家出了，料子又好有合金啊，变形操蛋我能忍。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大家审美和对这个玩具要求的增加，这种想法我觉得会慢慢消散的啊，会慢慢减少的。所以说呢，谢老板，你在做这种冷门角色的时候呢，在这个4点销售 get 点上呢，还是下辛苦吧，做的太他妈恶了，真的，这个玩具给你拿到手里，你并没有因为它的变形简单而感到有那种愉悦的感觉，相反是各种细节的这种落差，让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轻工业垃圾。括弧，如果他用的料子好的话，合金件还凑合的话，你都觉得这堆料子他妈的落在他手里，真他妈的还不如不做这个玩具。括弧完了。那么这期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